岂有此理！连着半个月，小雪盟受托的生意中，10件有8件都未完成。自小雪盟创立以来，从未有过这样的事。确实是太不寻常了。如今，我连龙吟城的消息都打探不到半分了。怕是有人掐住了我们消息的来路。我们去即刻找那人好好聊一聊，看看他究竟想要什么。明尊这边恐怕没多少耐心了。若是小雪盟再无作为，今后你我的日子和整个小雪盟都不会好过。那我们该去何处寻这个人呢？咱们大办的消息从哪儿来，自然就先去哪儿。算上添加的人手以及车马的银子，再加上各路通融打点的银子，小雪盟还需向王某支付2倍的银子才行。就算这样，王某的生意也才刚够办，这也是看在盟主您的面子上，我才松口的。小雪盟这些年可支付了你不少银子，才让你有本钱做更大的买卖。怎么你如今连一声谢字都不说，反倒开始坐地起价了？生意人向来只谈利不谈义，盟主行事又有何义可谈？如今既有人出了更高的价钱，我自然是将消息转卖给他了。王前辈，你一向行事谨慎，怎么如今这样反常？可是有人胁迫你啊？想不到这江湖中，竟然有人敢跟小雪盟抢生意。这人究竟是谁？你们与他本就相识，又何须问我？难道是他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上门了。白尾只是你师父，又是王志远的师弟，且琉璃先前还替你向王氏双杰通风报信过，这其中的关系，我多少还算得出来。陈启垂钓至今，却一无所获。二位说说看，这是为何呢？柔姑娘究竟想从我小雪盟知道些什么？我在这儿等了你们许久，我都没说什么，你们怎么着急了？怎么我好心帮你知会了王氏双杰，如今你反将我一军呢？那是当初琉璃姑娘想浅了。我既然想抢小雪盟的生意，当然是最快的法子。我既然斩断了你们大半信息来源，这以后江湖上可还有你们的一席之地。柔姑娘不妨直说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和之前一样。凌虚阁，不走。之前是我问你们想要什么代价，这一次该轮到我来开价了吧？若是小雪盟想继续在江湖上做生意的话，那就如实告知我，我想要问题的答案。这样的话，小雪盟可以继续独霸在江湖的生意。不妨你们回去想清楚了，再给我答复吧。明日此时，我还会在这儿。就算没有小雪盟，我依然可以拿到我想要的消息。盟主，眼下我们已经来不及请示明尊了，该怎么办？这倒是个法子啊！但是丫头，若是小雪盟诚心隐瞒，你又如何辨其真伪啊？
答案自然是不会给的，即便是给了，也是含糊不清的。那既如此，你为何偏偏要一个答案呢？他们给不出答案，又想要二师伯处的消息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。哪条路啊？与我合作，以后江湖上的消息，他们必须与我分享。我虽收服不了小雪萌，但是可以靠二师伯的手制衡于他，让他为我所用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也不敢妨碍我在江湖上打探雷虚阁的消息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二师伯啊，也就是靠他那张嘴赚点小钱，能成什么大事？这些房产地契可都是你大师伯我实打实干挣回来的。师傅，您要是在这里住腻歪了，想去哪儿住都行。我哪儿都不去，只求你们两个以后能少来，省得你们身上的铜臭味污了我这块清净之地。我二师兄说的果然没错。什么？我们是说大师伯果然厉害，你厉害。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梅府的地契。梅英什么时候把地契卖给了大师伯啊？梅英那个败家子儿啊，极好颜面，虽然手中没有多少银子，早些年呢，却是养了不少弟子和家仆来充当门面。这时间长了，自然就坐吃山空，入不敷出了。当时啊，要不是你大师伯我出手，根本就没有人去买他那破败凋敝的老宅。看来这梅英是舍了地契，完成自己的大计呀。如今这梅府啊，已经成废墟了。等过些时候呢，我还得再想办法把这个宅子给转卖出去。哎，大师伯，您看这个地契啊，它也卖不了多少银子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给我吧。你这个做小辈的，怎么好意思向大师伯我开口？要想赚身家，学你大师伯我一样，自力更生去。给他怎么了？就是，给他怎么了？这一张小小的地契，你大师伯我给得起？那多谢大师伯啦。您看这……算了，这些我就不要了。大师伯可否借我一些银两啊？银子，借多少？不能借。啊，师傅说的是，不能借，不能借。给他。给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多谢大师伯。梦幻，我想用这颗赤华珠。看来，你现在已经能用玄冰符催动花气，这样确实能令赤焰莲更快地凝结成珠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修炼玄冰符不可求快。你现在不过刚修炼了第1层。需要过些时日，待体内的毒虫适应环境后，才可继续修炼第2层。不过我倒是很好奇，这颗赤华珠，你打算给谁用？自然是用在该用的人身上了。你要是想用，拿去便是了。
娘，孩儿不孝，到如今才来祭奠你。您放心，灵虚阁的冤屈，我定会一应洗刷。江湖上因赤华竹而起的血雨腥风，我也会一一平定。终有一日，我会将荣金峰的累累恶行昭告天下，还江湖一个清明公道。娘，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要庆祝梅英。我要让她为她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阿月，是你吗？阿月，我就知道你还活着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你。阿月，你出来啊！你出来！你出来呀！阿月，我是你的妻子啊！凡是黄如落在尘嚣上，阴影寻迹，心意我是花儿。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相见，阿月？如魂萦归，徒儿萦绕晚香。阿月，左小前笑，今夕又回响。就算很远，交错也无妨。如影不过至此的凝望。真的不要花儿了吗？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花无常与衷。我是你的小徒孙啊！我是如花，我是如花。到白首，总有酒意情深足够。摩天尘埃，风月忧愁。若情未了，梦未消，还有承诺。一夜间爱你到白首。岁月静候在心首，恰似朝暮不负荷秋，对影悠悠。你不要我了，你不要我了，我也累了，我真的累了。左小前笑，今夕又回响。既然你不要我了，我也没有什么活下去的意义。就算很远，交错也无妨。
再见了，阿远。输赢不过至此的凝望，愿得长歌花无常与衷肠。谁共说一夜间爱你到白首？总有酒意情深足够，莫听身外风月忧愁。若情未了梦微笑，还有承诺，一夜间爱你到白首。任岁月静候在心首，恰似朝暮不负荷秋，对影悠悠。谁共说一夜间爱你到白首？我再也不会放开你，总有酒意情深足够，我再也不会放开你了。莫听身外风月忧愁，若情未了梦微笑，还有承诺，一夜间爱你到白首。任岁月静候在心首，恰似朝暮不负荷秋，对影悠悠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既然我被你带了个正着，我就没想过要跑。你在我前面。为什么要走前面啊？我怕我一回头，你又消失不见了。你就走我前面，让我时时刻刻看着你。哎，抓好了。如果你松开了，找不到我了，可别哭鼻子啊。抓好了，你可别想再甩开我。花儿，你是不是有很多话想问我？不重要了，你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重要，其他的我不在乎。你是不是想问，我既然活着，为什么一直不肯见你啊？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苦衷，没关系，你不想说，现在不用说。纳兰远，怎么了？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我和你重逢的画面，我梦到过无数次。可是每一次醒来以后，你都消失不见了。我多希望你一直在我身边。我多希望你能陪我一会儿，不要那么早就走了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你又回来了。最近一直在闭关，真的是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。就算这几日我回到教中，也还是觉得空落落的。盼了这么久，
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原来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捣的鬼。你费尽心思拉拢凌虚阁，又将凌虚阁之人收留至此，你究竟有什么目的？龙吟城的人向来目中无人，连我灵教都敢擅自闯入，又怎会忌惮我有何目的？你为了讨荣敬风欢心，倒是不遗余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此番你落入到我手里，会是何等下场？今日我既不幸落到您手上，就没想过活着回去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在龙吟城生活这么多年，性子倒是一点没变呀，还是那么冲动。说来呀，我现在最见不得打打杀杀的，况且死不过刹那，只有活人才有利用的价值。我得留你一命，陪着我，不然我一个人该多无趣呀！你究竟想怎么样？若你想与龙吟城为敌，你现在大可给我一个痛快！哼！我说你爹怎么会偏爱你那个不争气的妹妹？就你这般倔强的性子，怎会讨她欢心？不管你做多少，牺牲多少，也永远得不到她的重用。这么多年来，过去的经历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。不管我如何努力表现，城主始终对我心存芥蒂。莫欢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今日就算你不出手，我也要替过去的自己报仇。真是个不自量力的家伙。莫欢，你休想再囚禁我！哼，让你回到荣敬风身边，你竟半点长进都无。你这身功夫本就是我所授，眼下看来，留着也是白费。不如就此废掉，省得以后传出去，丢了我灵教的脸。不要，你还不如亲手杀了我。若你信服于我，我自当留下你。可你天生就是个倔脾气，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若是担心，就应该寸步不离。明知他在圣殿处，你在这儿瞎晃什么？谁说我担心了？再说了，明尊定不会要他性命，他只是拿他对付龙吟城。那是你不够了解明尊。没错，荣素的确不会死，但是他会生不如死。那都是他自找的。我看这是你自找的。口是心非，死要面子。方才弟子来报，说玄烨正带着龙吟城弟子企图攻入我灵教，此刻正在入口处徘徊。我正想将此事禀报给明尊。我呢，正好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，就劳烦你通报一声吧。
这样折磨我，说要废我武功的话，不如一剑了结了我。哼，你想要个干脆，可我偏不让你如愿。等你成了真正的废人之后，我便派人将你送回龙吟城。对了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得到你爹的器重吗？我觉得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对你放下戒心。卑鄙！卑鄙！比起你爹的手段，我还不及他3分呢。不过我倒真想看看，你若这般样子回到龙吟城，你那不可一世的尊严会如何自处？